迎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品医师王丽慧。今天有3个重点要跟各位分享。第一个就是特斯拉的自驾功能究竟是一个梦想还是一个商业诈欺？第二个是为什么总部设在德州，然后最大的工厂在加州的特斯拉，却会被德拉瓦州这么小的一个州的地方法院的法官撤销了他的董事会对于伊朗马斯克558亿美元薪水包的给付。第三个是，如果你有一个品牌，可是呢你不想要它是本土品牌，你想要宣称你是美国进口货，那么你在美国设立登记公司，这个50州里面呢，哪一个州才是你的最佳选择呢？今天就要来告诉你。心灵咒语这个平台是跟各位分享美国指标性的判决，也跟各位分享抗老医学的最新知识。那今天来到了是我们从判决看人类的美国司法特斯拉篇，每一周我都会上传一则新的影片，所以请您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第一个要来跟各位讲的就是呢，特斯拉的全自驾功能究竟是一个梦想，还是比较夸张的宣传，或者是它根本就是一个商业诈欺？2024年5月的时候，美国有一个退休的律师提告，那我来详细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案子。是2017年的时候，美国这个律师啊，他自己买了一辆特斯拉，当时是因为呢，特斯拉宣传说这个车子啊，可以直接的从纽约开到洛杉矶，就等于从美国的东北角开到美国的西南角，可以完全自动驾驶。于是他就买了，结果等了7年之后，这个承诺都没有实现，所以他就提告。但是各位要知道呢，特斯拉跟所有的车主之间的一个交易合同是有写到说，你跟特斯拉之间所有的争议都需要先仲裁先行，也就是说要先经过仲裁。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仲裁是什么意思，就像台湾很多的营造合同也会有仲裁先行这样的一个条款，因为呢，法官不见得很懂营造啊，所以在你们双方之间对于营造如果有纠纷的时候，是不是找一个营造的专家来帮你们仲裁，来判定孰是孰非还更好一点。在特斯拉的合约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条款，你有任何的争议的话，你不要直接提告，你一定要先经过仲裁。为什么这个律师啊，他到2024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退休，他已经不再是律师，而是退休的律师。他呢也明明知道这个里面有这样的条款，可是呢他还是提告，所以他第一次的时候是被法官驳回。那特斯拉当时也马上就跳脚说，你这个违背合约精神哦，我们合约就讲好要仲裁先行，你怎么可以直接提告呢？可是呢，这个律师呢，他就修改了他的诉状之后呢，在这第2次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2024年5月的时候，一个叫做 Lisa Lin 的法官呢，他就说，如果这件事情是基于欺骗而签下去的合同，那我们就不能够要求这个车主要仲裁先行。仲裁先行的意思是说，这个合约你们两个都是清清楚楚，而且是没有任何欺骗的情况之下，大家甘心乐意签订的。那在之后发生争执的时候，你要仲裁先行。但是如果美国加州这个律师车主他被骗签下了这个合同，那我们就不能够要求他去履行这个合同里面的仲裁先行。于是呢，这个 Lisa Lin 的这位法官他就说呢，特斯拉这一次呢将要必须接受他的一个审理，也就是他要承接这个案件的意思。事实上，从去年10月开始，就有美国的检察官已经主动的介入去调查特斯拉究竟有没有电信诈欺跟证券诈欺的事情。那我们讲一下什么叫电信诈欺，就像我们台湾常常有的电话诈骗，这就是电信诈欺。那另外，如果是透过网际网络来散播一些利多的消息，然后造成很多的车主纷纷的来买他的车，增加了他的销售量，那网络的宣传也是可以是一种电信诈欺。那证券诈欺就是呢，你透过一些发布利多的消息，让大家纷纷来买你的股票，冲高你的股价，这个就叫证券诈欺。特斯拉到底有没有电信诈欺或是证券诈欺？这个事情呢，跟夸张一点的宣传，或是太过乐观的一个公司，或者是说呢，只是梦想描绘的太过完美，这个之间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特斯拉这个公司内部的人员到底知不知道，他们其实没有完全自动驾驶的功能。如果他们内心知道，而仍然做出完全自动驾驶 full self driving 这样的一个宣传的话，那就会真的是犯了刑事罪的诈欺。那我们来讲一下美国加州这个律师，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买的。2018年的时候呢，特斯拉曾经出过一个死亡案件，就是呢，苹果公司的工程师啊，他呢在驾驶特斯拉的时候，因为在车上玩手机，据说可能是旁边在做工程的关系，特斯拉这辆车子直接倒向撞到这个护栏。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2018年的时候呢，特斯拉它的完全自驾功能的辨识能力啊，它是用看的嘛。他当时的看的这个能力还无法让他分辨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具有危险的东西，不然你怎么会把车子导向一个混凝土护栏，直接去撞到发生死亡事故呢？
但是呢，这件事情呢，从2018年到2024年的4月，跟苹果公司的这个工程师的家属完成和解。在合约条款里面的保密原则的关系，我们不会知道他到底付出了多少钱，然后也不会有法官的判决书写出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真正的始末。我们只能够说，2018年如果确实没有办法完全自动驾驶，那么这个美国加州的律师他在2017年买的时候，他签下这个合同，他就是受骗的。因此他不需要仲裁先行。这个加州律师他可不是就是单独提告而已，他现在正在招揽所有的车主一起加入诉讼，这个叫 a class action， 就是集体诉讼哦。所以呢，特斯拉现在也是为了这件事情，也可以说是焦头烂额啊。那不过我要跟各位讲的，不管你已经是车主了，或者是你其实非常心动，很想要买一台特斯拉，那么你是不是能够完全的理解它没有办法100%的完全驾驶，或者是你也同意特斯拉他们所说的，一个驾驶者坐在这个驾驶座上面只是基于法律的需要。如果您真的已经想清楚了，你要不要加 FSD 还要看你自己。那加了之后呢，也不要后悔。那如果各位觉得听到这里有帮助的话，请您帮我按个赞。再来第二件事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呢，为什么它会被德拉瓦州这么小的一个州啊，它只有104万个州民啊。我们整个台北市一个城市就超过200万个人，我们的台中市也是超过200万个人。Delaware 呢，它介于这个纽约跟华盛顿特区之间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为什么它有注册登记的公司将近是它州民数目的1半 ？Fortune 前500大的公司呢，有60%都注册在这个州。Tesla 自己也是注册在这个州，小股东也选择在这个州告特斯拉。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Delaware， 它真的非常的特别。我们跟各位介绍过美国司法系列的时候，也讲过，美国有联邦法，美国有州法，每个州可以有自己的州法。那么 Delaware 呢，它的公司法被号称成为是全美国通用的公司法，也就是呢，他们认为美国联邦不需要再有一个公司法了，因为全美国50个州的所有的律师跟所有的公司都非常乐意跟接受 Delaware 的公司法，也就引用这个公司法，所以呢，它这个公司法就够了。不但是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这么多的大公司，如果要到美国来注册的时候，也是选择 Delaware， 因为呢，这里的公司法最弹性，而且呢，这里的衡平法院，也就是商业法院最受尊敬，然后法官的公正廉明，最有尊严，最有公信力。再来就是他们累积到的商业的判例啊，特别的整齐。那美国因为它是一个判例国家，它不需要它的法律有明言规定，它只要过往曾经有这样的例子，他们就可以引用。许许多多的公司都非常的喜爱来到这里，所有的律师也都很吃这一套，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判例可以引用。那这次就是讲到，在2018年的时候，特斯拉的董事会跟特斯拉的执行长伊朗马斯克之间签订了一个协议，说呢，如果伊朗马斯克可以让特斯拉的市值呢变成是6500亿的话呢，就要给他多一个股权。那么当时2018年的时候，特斯拉的市值只有500亿，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没有想到，在2020年的时候，特斯拉的市值就已经冲过了6500亿了。那到去年的时候，一度的来到1兆美元这样的市值。那今年呢，它的股价开始下滑嘛，股东心里就是很痛啊。加上特斯拉的董事会要去执行这个所谓的 Equity Compensation Package， 要去给付558亿美元的奖励给伊朗马斯克，那股东就愤怒了，就跳脚了，就不愿意了，就到 Delaware 去告。那么 Delaware 呢，它有非常经典的案例，在193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Goose v. Loft 经典案例，就提到董事跟高阶主管的忠实义务，基于对公共利益的需求，以及对于人性的了解，所有的董事以及高阶主管必须要非常忠实的顾及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不能够利用自己的职位去图谋自己的好处。那这个所谓的公司董事跟高阶主管的忠实义务呢，我们一直到2021年台湾的公司法才纳入，在我们台湾公司法的第23条才开始了有董事的忠实义务跟善良管理人的责任。那你看人家 Delaware 1939年就有了，那自然而然的 Delaware 地方法院的法官就可以引用1939年这样的判例来说，董事会当年跟 Elon Musk 这样的协议是不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呢？有没有顾到股东最大的利益？你有没有顾到公司最大的利益？虽然你当时呢认为6500亿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呢你仍然可以先试算啊，万一不小心达到的话，你要付出多少钱？那你呢
给了一个超级营业员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又给了他一个天价的诱惑力，去引诱他不能拒绝的去执行。现在这个超级营业员真的达到了。如果你是超级营业员，有一个股东跳出来说不愿意给付给你，你能接受吗？所以董事会在当年2018年跟伊朗马斯克签订这样的协议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失职守？所以这件事情呢，被 Delaware 的地方法院的法官就否决掉了。但是特斯拉的董事会并没有放弃给付给伊朗马斯克，因为伊朗马斯克也跳脚了。他说：“我决定要把特斯拉不要登记在 Delaware 了，以后你们所有的公司都不要去 Delaware 设立哦，不然你们会倒霉哦。那我现在决定把我这个特斯拉的公司登记转回来德州。”然后他又说，假使我没有特斯拉25%的股权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继续带领特斯拉。那如果你是特斯拉的董事会，你会不会觉得特斯拉没有伊朗马斯克是不行的呢？你要不要妥协？要不要屈服？所以董事会现在正在游说股东接受这个 equity compensation package， 希望能够要给付这些钱给他就算没有558亿，也要给付个460亿美元给他。那如果各位觉得听到这里有帮助的话，请您帮我按个赞。那再来的第三件事情，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如果你有自己的品牌，你希望能够宣称你的品牌是美国货，然后你就可以卖进口的价格。那么在美国的什么地方让你设立登记公司是最有利的呢？就是刚刚跟您介绍到的这个 Delaware。那么 Delaware 的公司法，它对于设立公司的资本额是完全没有要求的，而且如果你不在美国境内营业的话，它对于你在台湾的整个销售量跟你的营业额，它完全不收税。不但 Delaware 不跟你收税，整个美国也不跟你收税，就是你不必付 Delaware 的州税，你也不必付联邦的联邦税。你看，等于你可以有一个美国进口货这样子的一个名头，但是呢，你又不用对美国缴税，你只需要对台湾政府负责就好了。然后不管你的工厂是设在台湾，或是设在越南，或是设在柬埔寨，你因为是在美国 Delaware 设立登记公司，你都可以宣称你是美国货。那如果你需要开股东会，你也不需要跑到美国去开股东会，你可以呢任何地方开股东会都可以。那你只需要在 Delaware 有一个法定代理人，也不需要是他的州民，你也不用去花钱买一个人头来做你的法定代理人。那他也允许呢，股东只有一人，就从头到尾，股东也是你，会计也是你，行政也是你，业务、行销、公有全部是你，他也都接受。这就是 Delaware 这么方便的地方。所以呢，给各位介绍这个小而美又精致的一个设立公司的好地方。如果你需要呢，在美国设立一个公司，然后让你可以挂牌说你卖美国货呢， Delaware 就是你最好的选择。